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1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个主题，第一个，世界上最恨习近平的人说话了很多人都在猜到底是谁我现在不说，大家猜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海峡两岸的战役对比那么最近关于这个打仗的事情说得多我们对比一下那么我看一下大家怎么猜的，有人猜是马云，还有人猜谁吗？猜我肯定不是我了我不恨他我评价他。世界上最恨习近平的人，比马云还要恨的人是谁？孙正义孙正义是谁？孙正义是软银的老板。我们来讲一下这件事情还有普京、江泽民我觉得都不是，是孙正义了为什么孙正义跟习近平无冤无仇，可是习近平让孙正义很惨8月10号，日本网银集团公布2021年第一个财季就是4月1号到6月30号的业绩报告净利润是7615亿日元，约等于69亿美元，下跌40%那么软银表示利润下跌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企业的收益减少。3个月前，软银公布去年的那个年报，利润达到创纪录的 4.9 万亿日元，软银成为苹果这个阿美是沙特的阿美，这两家公司排第3，全球最赚钱的第三大企业。但过了3个月，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时软银说软银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叫 Vision Fund 就是它的愿景基金他当时很兴奋软银说我们这个愿景基金的投资组合正在全面复苏然后一扫2019年以来的这个阴霾。当时软银非常乐观，他们高管非常乐观，说滴滴出行、满帮集团他的这几个投资将会为他们的这个投资组合带来这个更进一步的利润。结果第一季度交出来的净利润是7615亿日元下降40%的这个成绩单。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软银的中国投资受到重挫习近平对互联网企业的打压措施，每一鞭子都抽到了软银的身上那么由于这个中国互联网企业被整治，软银集团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去年到今年，软银开始回购它的股票，因为股价受压。股票它回购多少？25000亿日元，它回购了25000亿的股票但是呢，股价从今年3月份的20年的高位下跌了多少？30%，下跌了1/3所以很惨就是软银真的是被中国搞得非常的惨孙正义怎么反应？他讲话讲什么？孙正义在东京举行的财报记者会上说，中国出台了各种新的规定，目前需要观察这些规定的实施对股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整顿行动已经变得如此不可预测和广泛，软银和基金计划在风险变得更加清晰之前停止在中国的投资软银讲话孙正义讲话说什么？中国投资停下来孙正义说，虽然中国仍然是一个技术和人工智能创新的中心，但在投资方面，我们将看到更多新的法规出台。我想再等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的监管规定，范围有多大，对市场有多大的影响软银基本上
孙正义是中国过去20年的时间，在过去20年里面，孙正义带领的软银在中国的投资是中国互联网市场中最重要的投资者。他对中国的大规模的投资是中国互联网产业起飞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当然还有一个谁？还有一个 IDG 跟以 IDG 为主的一票这个美国投资者当然也很重要，但是软银更重要啊。对于中国人来说，软银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他是阿里巴巴的大股东。阿里巴巴从今年7月份到现在已经跌了14%啊。那么当然，软银还是谁的大股东？软银还是滴滴出行的大股东啊。软银向滴滴投资了109亿美元，先后陆陆续续，他基本每次都投啊。他投了109亿美元，将近110亿吧啊，大数110亿。软银占滴滴出行的股权占到21.5%，它是最大股东。那滴滴跌了多少？33%啊，所以它很惨啊。软银投资的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美国上市的啊，比如说满帮集团它也是大股东。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贝壳找房它也是大股东啊。然后是这个平安金融一账通，平安一账通呢，它算是2股东，大股东是平安啊。然后这些股票都跌了30%以上啊，所以孙正义是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的最重要的投资者。软银的这个愿景基金对外投资，他投资占到就是对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的投资占到这个愿景基金的23%，仅次于美国企业占34%。软银已经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对中国市场太依赖了，所以他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啊。但是当然对于软银来说，最重要的是阿里巴巴啊。阿里巴巴对软银的整个的市值影响巨大，这是第一个。但是他下注下的最重的是另外2家，一个是叫滴滴出行，他投了109亿、110亿。另外一个是谁？字节跳动，就是抖音跟今日头条啊，这个很重要啊。你看他投的全是重量级的企业，他下重注。那么这2家企业都遇到麻烦，那么滴滴上市了啊，麻烦不断。然后字节跳动直接被劝退，上市都上不了啊。那甚至这个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甚至宣布退休啊。所以孙正义说，他软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区域投资来分散风险。目前愿景基金所投资的中国企业已经下降到多少？下降到了占比已经下降到了11%。孙正义什么时候改变对中国市场的看法？今年4月份。今年4月10号，阿里巴巴因为2选1被市场监管总局罚款182亿，创纪录的罚款182亿，刷新这个行政处罚的记录啊。这个时候孙正义就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不过其实阿里巴巴的处罚不是让孙正义最痛，孙正义最痛的另外一个是谁？蚂蚁集团啊。蚂蚁集团是去年11月蚂蚁集团上市的最前夜，这个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然后是这个外汇管理局4家机构约谈蚂蚁集团高管，最后蚂蚁集团终止上市。蚂蚁集团当时是募集340亿美元，然后这个
当时的估值是3000亿美元，蚂蚁集团啊。蚂蚁集团最大的股东是谁？阿里巴巴啊，阿里巴巴占蚂蚁集团的股份占到33%，然后孙正义的软银是阿里巴巴的最大股东，占到24.8%啊，是24.8%。那你想一下，大体上是这样啊，就是说，按照估值来看，那么这个软银持有蚂蚁集团的股价大概市值大概占到250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肥肉啊。然后呢，滴滴这一块也是很惨啊，滴滴在6月30号这个抢跑上市，用了3天时间完成上市啊。然后最后这个习近平不高兴啊，然后就是一个是收紧这个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民营企业海外上市，这2个都开始加了2个闸口，一个是数据安全审查，另外一个就是上市审批，这2个都开始这个进行限制啊。那么软银在滴滴上市的这一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深度介入。滴滴上市之前，2016年开始，滴滴的融资4轮融资，软银全部都参与，全部认购啊。然而，甚至这个软银在这个软银持股，他持的全部都是有投票权的股权啊，他的投票权在董事会里面的投票权占到21.5%，比3位创办人陈维、柳青和朱景士3个人加在一起的投票权还要多。这3个人加在一起投票权是21%，软银是21.5%。所以你可以看，软银其实对滴滴出行的这个前景是非常看好，所以他投了110亿啊，非常大的这个投资啊，很厉害的投资。那么上市之后的滴滴在愿景基金 Vision Fund 的这个股票资产中占15%，非常的重啊。那么对愿景的这个利润贡献仅次于这个韩国这个在线旅游平台和 DoorDash 啊，这仅次于这两家公司。孙正义甚至在这个财报会上不愿意单独回答滴滴事件，不愿意单独讨论这个问题，也是真的是非常的痛啊。那么最新财报啊，愿景基金第1期投资92家公司，2期已经投了161家。那么它还有一个基金叫 Let M 基金已经投了43家公司。那么2期的资金主要来自于软银集团跟孙正义的自有资金，那么其他就是投谷歌、投微软、投这个亚马逊的股票的收益啊。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啊，中国对互联网企业的所有的打击，软银都遇到了，软银都承受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讲，孙正义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恨习近平的人，因为他跟习近平无冤无仇，没有关联。所以他今天说话说什么？停止投资中国，这个非常重要。他的这番话非常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你们基本上所有投资者，所有投中国互联网企业或者科技企业的人，你在中国市场上一定会碰到软银。他基本上是在中国这个领域投资，这个投资领域当中最活跃、最积极的投资者。如果连他都开始停下来，你想一下，这个影响有多大？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你可以看到，只要软银停下来，当然很多人是跟着他混饭吃的，
这些人也会停下来。也就是说，软银会带动一票投资者停下来不投了。那也就意味着，本来我们都说2020年是中国这个创投行业的极寒。极寒是什么意思？就是寒冷的最极端的状态，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现在的这个企业，这个互联网或者科技企业，现在想找投资者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你软银停下来，然后跟着他一票的人也停下来，那就这件事情就不好说了啊，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好说，但肯定是更差了啊。我们讲讲孙正义啊，孙正义的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人啊，他不是中国人。1957年8月11号生，是第3代韩裔日本人啊。虽然有人说他是孙武的后代，每个人都会找一个，我也可以找一个更光鲜的这个祖宗啊。他不是啊，他是个韩国人啊，他其实是韩裔日本人啊。那么这个人他厉害的很多人想这个软银这个投资阿里巴巴，一战成名，不是的。他第一战不是靠阿里巴巴成，他投阿里巴巴之前已经非常有名。为什么？因为他抓住了雅虎，他是抓住雅虎的人啊。1973年，孙正义16岁，越级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主修经济啊，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小矮个，小个子聪明啊。75年，他赚到第一桶金啊，就是把这个日本游戏叫《太空侵入者》啊，这个引入美国，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美元啊。然后到1980年3月，孙正义大学毕业，以200万美元的这个价格，把他在大学创立的一家公司卖给了他的合伙人，回日本，牛吧？大学毕业带着200万美元回日本啊！1981年就第2年，他24岁，在日本成立这个软银，然后得到了东芝和富士通的投资啊。1992年，他获得了思科 Cisco 在日本的代理权，所以呢，软银控制了日本软件市场70%的份额，所以非常的厉害。1994年，孙正义37岁的时候，软银在日本上市，他当时的身价已经是10亿美元的富豪，很厉害啊。1995年，孙正义投资谁呢？雅虎，给了200万美元。第2年的3月份，孙正义再注资1亿美元。当时的杨致远，雅虎的创办人是杨致远啊。当时雅虎只有10几个人，这个杨致远都认为孙正义疯了。但是谁都没料到，这个孙正义投资了雅虎1亿美元之后，雅虎就上市了。2个月之后，雅虎就上市。然后雅虎上市以后，孙正义把他持有的股权的2%，把雅虎股票的2%卖掉，套现了4亿美元，净赚3亿美元。这就是孙正义干的事情啊，非常的厉害。雅虎最高市值的时候，软银在雅虎的投资获得了300倍的收益啊。就算是后来2016年雅虎以50亿美元的价格甩卖的时候，孙正义在雅虎的收益也有10倍，非常的厉害啊。2000年，这个孙正义和马云在北京见面啊，雅虎啊，当时阿里巴巴刚刚成立1周年，据说是他们两个见面只谈了6分钟，孙正义就决定投资给他，这是孙正义自己讲啊。当然我不相信这个鬼话，从来不相信，他肯定背后做了功课，不会有人在用6分钟决定几千万美元的投资。孙正义原来是想投4000万美元，后来呢，在他投之前呢，高盛上来就给了500万美元给马云，所以呢，
马云当时上来就接了500万美元，孙正义原来是想投4000万美元，后来是看高盛投了500万，那算了，我就减半嘛，结果投了2000万美元，获得了34.4%的股权，34.4%的股权，他是最大股东。然后呢，到2004年，孙正义再向阿里巴巴注资6000万美元，加上之前的这个2000万美元，总共投了8000万。孙正义投了8000万投给这个阿里巴巴，那么最高当时他的股权达到了40%，到后来上市不断的稀释啊。那么当时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软银持有阿里巴巴34.4%，市值是580亿啊，上来已经变成了8000万变成580亿。后来呢，陆陆续续的软银靠阿里巴巴的股权来挽救它的业绩啊，那么陆陆续续的就卖掉了一点。那到2021年，今年的7月22号，软银持有阿里巴巴的股权是24.8%，是阿里巴巴的最大股东。那么阿里巴巴现在的股权是这样，马云是4.8%，蔡崇信是1.6%，然后董事会和高管是2.3%，啊，这是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啊。那么阿里巴巴这个软银作为阿里巴巴的最大股东，他持有阿里巴巴的股权的市值1377亿美元啊，非常厉害啊！投资回报率是多少？1700倍，嘿嘿，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投资？软银在中国的投资啊，所有的我念出来的这些名字，都是响当当的独角兽啊！软银到去年的6月份，他投资在中国的独角兽的企业，我读给大家听，都是很厉害的。今日头条、滴滴出行、饿了么、平安好医生、金融一账通、平安医保科技、众安在线、瓜子二手网、商汤科技、满帮、自如、贝壳找房网，12家，总共是多少？这12家企业，软银持有它的股票的价值是200亿美元。如果你再加上阿里巴巴的1377亿，再加上这个再加上像滴滴啊新上来的，软银在中国投资的这互联网和科技企业的市值超过1万亿人民币，就万亿投资资本。那么所以呢他软银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开始打击互联网企业，其实打来打去，要么打到的是软银，要么打到的是 IDG 啊，基本上就这几家这个红杉、IDG 啊，Intel 啊，这几家投行啊，全部都是这些欧美日啊的投资公司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些基金投资者开始停下来观望了。所以下一阶段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过去几年时间啊，你可以看今年这个去年到今年，其实中国互联网企业都在赶着上市，急急忙忙上市，赶紧上市，把这个上市这个动作做完。那么你再往后看，新的上市公司就会慢慢的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空间了啊！这就是目前这个情况啊。我们讲讲这个两岸关系。
南华早报8月9号一篇报道啊，这篇报道呢就被广泛的转载，转载讲的是什么呢？南华早报8月9号讲这个，我们就今天这个第二个主题呢，讲的是海峡两岸的战役对比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一谈这个台海问题啊，那就是武统。武统这个大陆一些非常强硬的人士经常讲，不行就打啊，不放弃武力统一。但是现在的情形有些变化，变化在哪里？大家看一下。8月9号，南华早报引述中共内部的一个人士说说这个军方批评这个外交部的战狼作风啊，说认为把这个战狼作风把中国推到战争的边缘啊，然后向习近平告状，说这个外交部战狼啊，这个不负责任，我们不能够这个军队不能够为这个不负责任的言论买单。那这个新闻引述就引述的比较多啊，海外的媒体都在讨论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这个报道呢，老实讲呢，就不是特别，怎么说呢？不是特别，因为它的这个内容呢比较虚啊，说军队向习近平告状，说这个战狼外交惹事儿呢可能会导致战争啊。那么我们不希望这个情形这么发展。那他说这个，说这个南华早报的报道这么说，他说外交部啊，在国际上逞口舌之快，树敌无数啊。当民主国家被战狼激怒，跟中国真的到了战争边缘，然后军方就说我们又要跟这个八国联军打仗。那么这位人士啊，他引述的这位人士说，他说外交部批评中国军队在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过于软弱，外交部和这个国防部军队这个都闹到习近平那里去，两派人互相跟习近平告状，军队向习近平表达了对外交部战狼外交的担忧，说不会为他们买单。然后他还找了这个报道，还找了这个人民大学的这个教授，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个教授叫楚英啊。楚英海外媒体比较喜欢找他做反应。然后他说这个楚英在出席这个全球化智库的研讨会上说批评外交部这个形成一个奇怪的外宣内宣化的这个意思啊，让这个对话变得很混乱等等。这个报道呢，后来呢就这个南华早报的报道后来就上来之后，网站就给撤下来，据说是外交部看的这个稿子大发雷霆啊，然后就大概是这样。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大体上说说。第一个，外交部这一头，外交部最近呢，他的发言呢就越来越出轨，就是说，你说狠话都会说狠话。其实你看，布林肯其实也说狠话，说很多狠话。你比如说在阿拉斯加上，我以实力的地位出发向你讲话，这是狠话啊，这是非常不客气的狠话。但是狠话不粗鄙啊，就是说你可以说的非常的狠，但是呢，你还是保持风度。但中国外交部最近的讲话已经说的非常的粗鄙了。就比如说天津会谈的过程当中，这个谢峰跑出开记者会，那话说的非常的粗啊。这是战狼外交最近的一个特点。最近的特点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到了你看这个人民日报刊登出来的这个文章，说美国
我把那个图片还截了个屏，大家看一下这个已经到了，哪去了？哎呀，找不到了。就是他，你看，他骂美国，骂美国，说美国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这人民日报的啊，全球溯源恐怖主义国啊，全球第一啊，9个全球第一啊，看见没有？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全球第一疫期动荡国，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全球第一这个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就是说，你看他，然后这个到了这个新闻联播，到了新闻联播，新闻联播呢就十个事实证明美国是当前全球战略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威胁。什么呢？就是痴迷穷兵黩武重拾冷战思维，奉行单边主义，谋求自我松绑，大搞政治操弄，打破战略平衡，阻挡生物军控，然后是迟滞化武销毁，推动星球大战，构建黑客帝国。这是新闻联播啊，你可以看这个中宣部然后这个新华社8月4号发了一篇24000字的长文章攻击这个美国同盟体系的七宗罪，说这个美国正在走向黑帮化，然后然后当然最搞笑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2号这个瑞士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说他支持这个中国世卫的第一次在中国的溯源报告等等。主要是你可以看，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一方面外交部战狼外交，然后中宣部这一头呢，就把这个事情推到了一个你难以想象。中美关系，如果你看现在的人民日报，你现在看新华网，你觉得就是说中美现在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差。你去翻一下人民日报以前50、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骂中国骂美国也骂得非常狠骂得非常，但是没有现在这么狠。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把中美关系推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南华早报的这篇报道为什么会让人觉得有点靠谱的样子的原因是，的确中美关系在中宣部跟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嘴巴下面出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局势。那你想一下，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真正要打仗的肯定是军队你的外交部嘴巴动一下，你的中宣部嘴巴动一下，我就要跟他打仗。真正能不能打，军队自己清楚你想想，别人都是隐身战舰，中国的海军在海上飘着，冒着黑烟，都不用雷达，直接目测就能看见，你怎么打？解放军的战机，别人都已经隐身战舰 F-35了，你这什么情况？解放军不清楚吗？解放军清楚的很，所以他不愿意打，打不赢才不愿意打，打得赢了愿意打。结果是什么？结果才会有这篇报道。这篇报道其实反映了2点。第一点，外交部的战狼也好，这个中宣部的这个大力撕咬也好，其实目的都是一个拍马屁，拍习近平的马屁。
但是拍习近平马屁的后果是什么？那要军队承担，因为有可能打仗，你要么就打台湾，要么就跟美国打，怎么打得赢？打不赢的后果是什么？打不赢的后果就是解放军队不愿意打，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战役就明显的不行啊，就是说他之前你看说狠话都是谁？你先看去年跟今年的形势完全不一样，去年的形势都是解放军在说狠话，今年解放军不说话了，全是外交部跟中宣部在说狠话。那现在呢，我现在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一个民调啊，台湾制宪基金会8月10号公布的一个民调，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民众，在台湾的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民众达到67.9%，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民众只有1.8%，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在27.8%，这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台湾有60%，将近68%的人只认为我是台湾人，我不一定是中国人啊，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1.8%，又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27.8%啊。那么如果要在台湾人跟中国人之间2选1的话，89.9%，也就90%的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那么只有4.6%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啊，这个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36%的人愿意啊，绝对愿意为了保卫台湾上战场打仗。那么有28.3%的人愿意啊，有可能为保卫台湾上战场。那么你两个加在一起有多少？两个加在一起65%，65%的台湾人愿意为了保卫台湾上战场，70.2%的民众对中国没有好感，对中国有好感的民众只有16.4%。有90%的民众支持台湾和美国和日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啊。那么政大台湾的政大选举研究中心上个月也公布过类似的这个民调，当时政大的这个民调自认为台湾人的民众高达63%，更高，比这还高，比这次还高。那么自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比例31.4%，只有2.7%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呢，这个情况你可以看到啊，今年美国开始不断的提升跟台湾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程度，改变了2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改变了台湾人对自我的认知，就是台湾自己身份的认同在改变，这第一个。第二个，愿意上战场的人多了啊，大概是这样。那么美国现在美国正在太平洋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这个军演，横跨10几个时区。然后中国8月10号在宁夏青铜峡这个举行军演5天，双方出动过万名这个军人啊，包括战机，包括火炮，歼20也出来啊。那苏联是出了苏30SM 啊。那么双方这里面有个很好意思。是这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形容啊，说这次军演是中俄两军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啊，诠释了中俄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共同理念。这是中方的意愿，怎么可能永不为敌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中国天天喊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法国的一个什么外交家的说法，这其实中国人最喜欢说这句话：中俄两国不可能成为战略盟友。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是地缘政治的大国，而且他们有陆上漫长的边界，两个靠在一起的大国是不可能成为盟友的，除非他们实力悬殊。那么实力悬殊，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比俄罗斯大得多得多，但是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又比中国大得多得多，所以呢，他们两者之间互为防范。俄罗斯现在跟中国走得近，无非是想跟美国拿一个更好的条件而已。在需要的时候，俄罗斯一定会把中国抛弃。中国在说这个话，其实是这叫什么？叫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儿。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明谢 ，Elena 妈，谢谢 Jackie 平，谢谢，丹丹，我不知道读这个怎么读啊，谢谢丹丹。听了1年8个月王先生的节目，终于可以给王先生打赏，感谢暨大学长的专业节目，谢谢暨大师妹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 Patreon 节目啊，那我们的视频下方都有我们 Patreon 的频道啊。Patreon 有2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它没有广告，所以不愿意看广告的网友可以，有一些网友希望可以在 Patreon静静的看啊，那么 Patreon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对国内的网友来说啊 ，Patreon 的我们有个产品 ，Patreon 就在 Patreon 上的音频产品，这个音频产品不需要翻墙。那么如果你需要给国内的亲友只听就好，去 Patreon 订这个 Patreon 的这个音频节目啊，这不需要翻墙。好，观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尽量的，就是如果不想看广告，可以去Patreon，然后可以希望国内的网友能够也帮国内网友订的话，也可以去Patreon。我希望Patreon有一些基本的用户在那边。Patreon 其实我们已经有1年时间，我推广的比较少，因为我不大愿意在节目里面推广这些东西，但是呢 ，Patreon 的服务呢，因为已经有一部分用户在里头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提供 Patreon 的服务。但是 Patreon 的用户太少的话呢，这个服务呢又很难维持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投入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希望呢，大家如果有符合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使用这个 Patreon 的服务，好吧？所以我在这里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推的比较多一点，我希望在 Patreon 的这个会员能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平，至少能够 cover 我们在那边的服务啊，好吧 ？OK， 就讲这么多啊。观点套用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一句话：中国未来会成为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这条路中国正在加速前进。谁都知道，法治和资本是创新和繁荣的源头。投资没有了，一切创新项目都快将熄火。大家不要以为投资只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新的项目，不是的。投资大家要知道，投资是什么？投资是个持续的过程。滴滴投了多少年？滴滴投了9年，9年投了多少轮？20轮。所以你想一下，9年20轮投资，你算一下，持续的要投入，高强度的投了200亿美元，200亿美元扔进去，不断的要投钱。所以如果你像这个微软开始停止在中国的投资，意味着什么？微软在中国有一堆的项目，后续投资一停下来，很多公司就要倒闭的。大家不要以为阿里巴巴在它持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只要有一轮投资没有跟上，它就会倒闭。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
互联网企业靠的是什么？烧钱。如果投资者停止烧钱，那你一片一片的这些企业都会倒闭。所以其实它的影响不仅仅是说新的项目它不开了，不是的，旧的项目它会倒闭的，影响非常大，这个不是一般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微软在中国创投行业影响是很大的。观点从来不买任何中国的股票，在中共的体制下，中国公司爆出的数据完全不可信。当这些中概股处在高位时，也许会错过一些赚钱的机会，但不能助纣为虐，它会有戳破的时候。远离中概股，我心里踏实。OK， 情况之前说 ARK 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凯西伍德清仓中概股，说以后不再投了。今天又看到一条中文新闻，说对中概股投资持开放态度。CCP 急了，到处做工作。不过这条中文新闻真假有待确认，断章取义概率不小。凯西伍德有几百万粉丝，这几年是华尔街当红炸子鸡，影响也很大。王先生之前的判断非常准确，中国资产拐点到了，趋势已经扭转，是这样啊。包括那个谁，包括桥水他的老板跑出来写文章，说中国啊，其实不是那个什么，不是中国对这个行业进行整顿，是为了它更好的发展等等，写一篇很长的文章，我有这篇文章。但其实他自己桥水基金，桥水基本上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基金啊，他自己清仓中概股，他这头讲这个其实还是有前景的，这头他自己的公司在卖这个中概股啊，所以在趋势改变的时候，其实个别企业的行为没办法改变这个趋势。观点：刘景正退出软银董事会后，没有人能够给孙正义踩刹车了。之前的 WeWork 也让孙正义很狼狈。愿景基金风格过于激进，是否存在有效的风险管控存疑。这就是什么？那我们有一句话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孙正义靠什么赢？就是靠激进赢，非常激进。你要1000万不行，你这1000万不行，你必须拿5000万。这孙正义他们这么干。你要5000万不行，直接上1个亿，把你砸死，把你的对手全部砸死，直接往市场冲。所以软银投的项目都非常的激进啊，公司都非常的激进，因为你要1块钱，他直接给你5块钱，你想什么情况？提问，请问王老师，习搅乱整个国家和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整个国家沉默，难道整个国家连微末的制衡力量都没有了吗？当然不是一定还是有制衡的力量。我们之前讲，习近平获得了比毛泽东还要大的权力，这个是事实这个的确是事实。但问题是什么？当然党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当然还有其他人。但这个制衡的力量有多大，影响力有多大，或者是你从结果上看它有多大的改变的问题。那我以前都说过你看去年疫情之后，其实有很大的改变。疫情发生之前，定于尊出来了吧，然后这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出来了吧，就已经开始跑得很厉害的了，定于尊什么的疫情发生之后，我们看到最大的改变，舞台上原来只有习近平，没有别人。那疫情之后，习近平旁边站了一个李克强，这是变化。但是你说会有多大的制衡的力量？我们从结果上看，我没有看到更大的改变，就是说有没有产生制衡的效果，没有看到。当然不完全是因为中共政治不透明，
中共政治不透明的后果是，它内部的一些变化我们看不到，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结果，看不到内部的一些变化。但是我觉得，那有一些大的方向没办法改变。你比如说明年20大，习近平想连任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应该能做成。情况自从最近几年知道新闻联播没有真新闻后，就再也没有看 CCTV 的新闻联播了，实在很没意思。前几年，微博转发了一个关于美国流感严重的新闻，好几个国内知名的媒体都这样报道。我截图发了朋友圈，然后我那些美国居住的朋友看到我，跟我留言说情况不是这样，他们生活好好的，并非这些媒体所说那样。我那个时候觉得很尴尬，当下删掉了截图，然后开始反思我接受的国内媒体的信息来源的问题，真是细思极恐啊！竟然愚弄国人啊！这个愚弄国人是一直的了啊。情况曾经被洗脑，也一度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回归中国是必然的走势。当了解历史之后，知道台湾目前的体制跟中国大陆体制不同，也看了一些时政评论作者的书，然后看到香港回归的这些年的变化，我明白到台湾不回归可能对其发展会更好，因为香港、澳门回归了，作为一个真实的示范。所谓的一国两制，最终中共都会想办法让你变成一国一制，非常对。香港年轻人跟台湾人说，我们只能示范一次，示范什么？一国两制的真实面貌。情况不能小看共匪的洗脑能力。就拿本人来说，40岁才摆脱，才清醒。18岁当兵的时候，假设真要打仗上战场，当时我真敢学董存瑞、黄继光。解放军那种洗脑的状态太可怕了，又是青春年少热血状态，除非天生自私怕死，正常的人会被洗得热血沸腾，渴望去牺牲。这还是我喜欢看书、喜欢学习，才翻墙，才摆脱洗脑，不然就是活到60岁也是愚民。非常对。其实洗脑需要什么哈？洗脑是需要氛围啊，需要氛围。你看看搞传销，一定有几个造气氛的人，一样的。洗脑是互相影响，互相激励啊。所以在部队里是最容易洗脑。为什么？环境非常单纯，而且信息控制的非常的严密。你又不可能像我们平时拿着手机跑到外面去买份报纸，你不可能做到这个。观点李嘉诚先生2015年开始撤出中国，当时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原来他看穿了一尊。观点始终坚信中共国不可能发动台海战争，他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这些军头们很清楚。如果习近平强令出兵台湾，军队有哗变的可能，到时候调转枪口变成带路党就热闹了。提问：今天拜登新基建通过，回看4个月的视频，赞同王老师所讲的美国未来增长潜力增加的看法。请问王老师，热钱的流入是否意味着更多美债将由国际市场所接受？比如美联储为了维持低利率，可以减少在市场上买债规模。第二，如何看待现代货币理论，即主权国家的货币并不与任何商品和其他外币挂钩，只与未来税收与公债相对应。这一理论是否意味着巨大的债务并非全部由我们的税所承担，还包括了全球市场的消化？第一个，美债呢是美债，你讲的美债其实讲的是美国的国债，或者叫国库券。美国的国债或者美国的国库券肯定是全世界最市场化、最国际化的债券，没有之一，没有之一，是 No.1 啊。所以呢，国际化所接受，美国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都会把他手上持有的外汇储备放到美国的国债市场上来买美国的国债。所以呢，你不用提问，这是个常识。美国的国债市场，美国的国库券是全世界市场化程度最高、最为国际投资者接受的投资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这个现代货币理论啊，不叫现代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非常庞大啊，不仅仅是这一个看法，有很多看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代主权货币只和一样东西挂钩，你说的这些东西都，除了你说的这些东西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现代货币理论其实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只和这个国家的政府的信用挂钩，你就把这个对应就可以了。或者是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由这个国家的政府的信用发行的，作为发行基础的就可以了啊。那么全球市场消化，全球市场没得消化，全球市场只有一个货币能够由全球市场消化，就是美元。除了美元以外，其他的货币都没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因为美元是结算货币，或者是交易货币。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货币是交易货币，就是美元。除了美元以外，其他的货币都不是。所以其他的国家发行的货币都不能够获得全球经济增长的好处，只有美国能获得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全球市场消化不是这么说的啊，这个陈述不是这么说的啊。提问：中国恒大和恒大汽车发布联合公告，表示中国恒大正在接触几家潜在的独立第三方投资者，探讨有关出售旗下资产。请问王先生，这一举动是恒大断臂求生吗？恒大呢，早就知道有今天，就是当他借不到钱的时候，他要卖资产为生。于是呢，恒大呢就做了很多部署，这些部署呢就买各种各样的资产，投资各种各样的资产，然后等这一天发生的时候，他就卖资产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恒大很清楚，恒大是个开发商。中国的开发商的特点是什么？中国的开发商的特点，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其实他是产业链最短的经营者，他只需要把地买回来，然后找这个建筑商盖房子，他也不用盖房子不用，然后找这个中介公司来卖房子，他其实啥都不用干，所以房地产公司可以维持一个非常小的规模，不需要那么大。房地产养那么多的人，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要排场，他根本不在乎那些成本，所以开发商的经营能力是零。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经营能力基本上是零，就是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他们只是做决定，他们只是一个投资决定，买地也罢，做房子卖也建房子卖也罢，他们基本上都是。所以你给开发商做这个商场，也很简单，开发商经营的商场都经营的不好，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是这样的团队。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讲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告诉你，恒大搞什么汽车啊，搞什么健康啊，都是拿来干什么？都是准备拿来卖的。当初他就知道他会有这一天，为有一天什么靠卖资产为生，他不卖资产他活不下去，他资金链会断，所以他搞了很多这些资产放在旁边，万一有事儿就开始卖。现在正在做这个动作，他会不会断不好说啊。我看到恒大这个名字到现在没
没有一刻恒大资金链不是处于将断要断的状态，一直都是如此，但他一直活到了现在。提问，请问王老师，李嘉诚不参加选委会如何解读？不晚了呗，不晚了呗，就这个意思啊。提问，瑞士大使馆打脸人民日报，请问王老师，瑞士是想置身中美冲突之外撇清关系，还是美国和瑞士沟通之后的行动？这个我真心不知道啊。但是毫无疑问，人民日报、新华社拿这个瑞士的专家来说事儿，肯定是惹着了瑞士，你说是不是？你拿我们的，你说这是瑞士的专家说了一堆支持你的话，可是我查了一下，我们国家根本没有这个人。你说你是不是污蔑我？肯定是污蔑我，肯定是把我得罪了。瑞士大使馆出来澄清是什么？是对你侮辱我的回应，是吗？啊，我认为是这样啊。情况，扬州的疫情又严重了。8月11号，扬州隔壁的淮安发给市民一封信，决定接收4000名扬州的隔离观察人员。后来4000的数字还被删了。扬州现在是处于爆发状态啊，爆发状态。扬州现在肯定是个爆发点。疫情现在中国是在各地都在持续的爆发当中，现在就要看什么？现在就要看啊，南京刚刚过14天隔离，南京隔离刚刚过14天，这14天意味着什么？如果南京后续它会14天过完之后，如果它没有新的个案，说明这一轮疫情的控制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外面会不会有其他的个案再发生？它不报，所以你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不知道它真实的情况是怎样。所以，未来1个星期到2个星期都是关键时刻，就是数据怎么变，我们没办法相信它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什么？高风险区域跟中风险区域，它是不是持续在增加？情况，我父亲打了1针国产疫苗，当晚脑溢血住院，住院时还碰到同社区的朋友，因为打了疫苗心脏病复发。我父亲就是高血压，每天吃降压药能控制，之前没有过脑溢血，还好脑部出血点不多，进行了1个月保守治疗，已经出院，但手脚不便，1周要回医院做3次康复理疗。像我父亲这种情况，医生说他们没有关于疫苗不良反应病例的上报渠道，他根本不让你报，他根本不接受这个案例上报渠道。所以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他根本不统计，这才真的可怕啊！情况，佛山出台了流动人口管理条例，非佛山户籍人口来佛山居留暂住必须上报个人资料、个人信息啊。明谢 Charles Che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